经过25年的艰难谈判，2026年1月17日，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南方共同市场的领导人终于签署了一项自由贸易协定。这项协定将覆盖超过7亿人口的市场，约占全球 GDP 的 20%， 并将消除双方之间 90% 以上的关税壁垒。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项经典的汽车换牛肉协议，即以德国等国工业品的市场准入换取南美农产品的出口配额。然而，从2026年初的地缘背景看，这一协定在此时签署，绝非是对开放市场的庆祝，而是欧盟在面临外部生存压力和内部经济停滞的双重夹击下所采取的一种防御性抱团策略。该协定的签署正值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剧烈断裂的时刻。在大西洋彼岸，特朗普 2.0 时代的美国政府将贸易关税武器化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甚至将购买格陵兰岛的荒诞地缘诉求与对欧关税直接挂钩，彻底粉碎了美欧之间的信任。在东方，随着中国在关键原材料领域的绝对控制力，以及比亚迪等车企在南美本土制造能力的迅速崛起，欧洲工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为了应对这些生存威胁，欧盟不得不打破内部长达数十年的禁忌，通过启动合格多数表决机制，以德国为首的工业集团无情地碾压了法国、波兰等国组成的农业保护主义反对派，这在欧盟历史上真属罕见。它标志着欧盟决策逻辑从共识优先向生存优先的残酷转变。同时，除了与南美这一协定，欧盟还在与印度签署排除农业的协定，重启与马来西亚的谈判，以及深耕阿联酋的能源合作。总而言之，现在的欧盟在到处交朋友，目的就是为了构建一个非美非中的第三级全球供应链体系。1991年3月26日，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4国总统在巴拉圭首都签署亚松森条约，宣布建立南方共同市场，简称南共识。2023年，玻利维亚也加入并成为正式成员国。另外，委内瑞拉虽也为正式成员，但因国内局势自2017年8月起被无限期暂停成员国资格。该组织对外实行共同关税，旨在推动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的谈判始于1999年，彼时的世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缘格局，柏林墙已倒塌10年，中国尚未加入世贸组织，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正通过华盛顿共识主导着全球经济秩序。在那个时代，欧盟启动谈判的逻辑是基于单纯的比较优势理论。欧洲拥有先进的汽车、机械、化工和制药产业，需要寻找新的出口市场，而南美洲作为全球粮仓，拥有极其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渴望将其大豆、牛肉和家禽推向高购买力的欧洲市场。然而，这种看似完美的互补性，恰恰是两边谈判长达25年无法推进的结构性死结。因为在欧洲一侧，农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产业，更是文化认同、乡村稳定和生态保护的基石。法国、爱尔兰和波兰的农民视南方共同市场为潜在竞争对手。南美的农业模式是工业化、大规模的，巴西的肉牛养殖场规模往往是欧洲家庭农场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且土地成本极低。欧洲农民担心，一旦关税壁垒消除，廉价的南美牛肉、家禽和糖将如洪水般涌入，摧毁欧洲的农业体系。这种恐惧导致法国历届总统，包括现在的马克龙，都将阻挠该协定作为国内经济的红线。而在南美，他们也有担忧，特别是巴西圣保罗和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工业界，同样对协定充满疑虑。他们担心，一旦取消对欧洲汽车和机械设备的关税，南美尚不成熟的本土工业将被德国制造彻底击垮，导致南美经济陷入去工业化的陷阱，永久沦为原材料和农产品的提供者。这就导致了欧盟和南共识的谈判一直僵持不下。其实他们在2019年曾达成过一次原则性协议，但这只是昙花一现。随后，随着巴西右翼总统波索纳罗上台，其对亚马逊雨林开发的激进政策引发了欧洲环保主义者的强烈反对。欧洲议会要求贸易协定必须包含具有约束力的劳工权益和环境保护条款，而南美国家则认为这是伪装成道德标准的绿色保护主义，意在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2023年，为了解冻谈判，欧盟委员会设计了一个精巧但充满争议的附加条款。这份文件旨在补充原有的协定文本，增加关于履行巴黎协定、打击森林砍伐和保护土著权益的承诺。南美国家，特别是卢拉回归后的巴西，最初对这份文书持抵触态度，认为其带有殖民主义色彩，但在获得一定的让步后，最终勉强接受，双方重启谈判。而现在，相比于南美，欧盟显然更着急去签订这项贸易协定，因为自从特朗普在2025年初重返白宫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席卷全球，连欧盟这样的传统盟友都跟着遭殃。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迅速实施了针对所有进口商品的普遍性基准关税，税率在 10%至 20% 之间浮动，对特定行业如汽车和钢铁则实施了更为严苛的配额和惩罚性关税。对于严重依赖对美出口的德国汽车工业和意大利机械制造业而言，这无异于一场灭顶之灾。数据清晰地表明，欧洲对美出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关税墙，传统的跨大西洋市场正在迅速关闭。2026年1月，就在欧盟南共识协定签署前夕，美欧因格陵兰岛问题产生分歧，特朗普不断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终于在1月17日，特朗普宣布对包括丹麦、瑞典、法国、德国、荷兰、芬兰、英国和挪威在内的8个欧洲国家加征关税，2月1日起加征 10%，6月1日升至 25%， 直到美国获准购买格陵兰岛。这种不惜对盟友大打出手的行为，彻底摧毁了欧洲对美国的最后幻想。
欧盟终于意识到，如果连守护领土都能成为被盟友制裁的理由，那么任何基于规则的商业逻辑在美欧关系中都已失效。美国不再是一个依靠规则行事的伙伴，而是一个随时可能因为突发奇想而切断经济命脉的不可靠霸权国家。在这种背景下，欧盟加速转向南方共同市场，并非因为南美市场突然变得更具吸引力，而是出于纯粹的替代逻辑。既然美国市场因为关税和地缘风险变得不可控，欧洲必须寻找一个新的蓄水池来消化其庞大的工业过剩产能。欧盟南共识协定为欧洲出口商提供了一个拥有7亿人口市场的避风港。协定生效后，欧洲汽车将逐步免除 35% 的关税，机械设备将免除 20% 的关税。有专业人士指出，欧盟委员会之所以在2025年底至2026年初不惜一切代价加速谈判，这是为了抵消美国进口关税造成的业务损失，主打一个北美不亮南美亮。如果说来自美国的关税威胁是市场关闭，那么来自中国的竞争则让欧盟倍感焦虑。欧盟的绿色协议宏图剑指全面转向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可惜的是，这两样都建立在对锂、铜、镍、石墨等关键原材料的巨大需求。南美洲是全球锂资源的沙特、阿根廷、玻利维亚和智利构成的锂三角，拥有全球最大的锂储量。然而，在过去10年中，当欧洲还在纠结于环境条款和农业配额时，中国企业已经悄无声息地完成了战略布局。中国很多企业已经在阿根廷和巴西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收购矿山、建设提炼厂，稳住了供应链的上游。对于欧盟而言，如果再不通过贸易协定绑定南美的矿产资源，欧洲的绿色产业可就要永远落后于人了。所以他们在协定中规定，禁止南共识国家对出口到欧盟的原材料征收出口税的条款，并为欧洲矿业公司在当地的投资提供法律保障。除了资源争夺，中国汽车制造业在南美本土的崛起也让欧洲倍感寒意。2025年中期，比亚迪在巴西卡马萨里的大型工厂正式投产，不仅生产电动巴士，还生产乘用车。这意味着中国汽车不再仅仅依靠出口，而是开始在南共识关税壁垒内部进行生产。2025年10月10日，在比亚迪第1400万辆新能源车下线活动上，巴西总统卢拉亲自到场见证，彰显了比亚迪在拉丁美洲市场的深度布局及中巴合作成果。对于大众、斯特兰蒂斯等欧洲车企来说，这是倍感压力的。以前大家都在关税壁垒之外竞争，现在比亚迪在壁垒之内，而欧洲车企如果在没有自贸协定的情况下，仍需缴纳 35% 的进口关税，将彻底失去南美市场。因此，该协定对欧洲汽车业来说是竞争的基础，只有消除关税，欧洲制造的汽车才能在价格上与其他国家在巴西本土制造的产品竞争，或者鼓励欧洲车企更放心的在当地扩大投资。但是，虽然欧盟和南共识签署了自贸协议，但是欧盟内部却有人欢喜有人忧，因为签了这个协议，并非所有产业都会获益，而是有些受益有些受损。长期以来，法国凭借其影响力在欧盟决策中拥有对重大贸易协定的否决权，为了保护法国的农业和农民，马克龙一直反对该协定的达成。然而，面对中美的双重压力，以德国为首的自由贸易联盟决定不再忍了。2026年1月9日，欧盟理事会启动了合格多数表决机制，即要通过协定，需要至少 55% 的成员国，也就是15国的支持，且这些国家代表欧盟总人口的至少 65%。在1月9日举行的欧盟理事会投票中，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21国投了赞成票，法国、波兰、奥地利等5国投了反对票，比利时弃权。所以尽管法国等农业大国强烈反对，但由于支持国家的比例和代表人口均超过了双重多数门槛，欧盟和南共识的自贸协定正式通过，而此次投票也成了欧盟内部权力天平倾斜的标志性事件。但当你纵观全局，其实欧盟与南共识协定只是欧盟庞大布局中的一环，因为与南共识协定的几乎同时，欧盟与印度的自由贸易协定也迎来了突破，双方预计于2026年1月27日在新德里签署。而这一谈判的成功，基于欧盟完全排除农业的妥协。长期以来，欧盟坚持单一承诺原则，即除非所有事项都达成一致，否则什么都不能达成一致。但在印度问题上，欧盟意识到要求印度开放其拥有数亿贫困人口的农业市场是不可能的。为了不让印度倒向其他国家的供应链，欧盟决定将农业从谈判桌上拿走。对欧盟而言，这一妥协可以换来印度对欧洲汽车零部件、机械、绿色技术和服务的市场准入。这标志着欧盟贸易政策开始从教条主义向地缘实用主义转变。印度这一覆盖全球约1/5人口的市场，欧盟正在不惜代价抢占先机。此外，欧盟与马来西亚谈判也在进行中。欧盟于2025年1月正式宣布重启与马来西亚的自贸协定谈判。2025年双方进行了2轮谈判，2026年上半年预计将举行第3轮及第4轮正式谈判，讨论重点将从框架搭建转入实质性准入。双方目前的目标是在2027年内完成并敲定该协定，实现东盟、欧盟建立更大规模自贸区的战略愿景。其实，马来西亚对欧盟最大的吸引力在于，马来西亚是全球第6大半导体出口国，在全球半导体封装和测试市场的占有率高达 13%， 同时也是电子产业供应链的关键节点。在全球科技战升级、供应链重塑的背景下，欧盟急需像马来西亚这样相对中立的连接器，来维持其高科技产业的运转，寻求供应链的多元化，与马来西亚建立稳定的贸易伙伴关系，有助于确保欧盟获得关键的电子和电气产品、光学设备和科学仪器供应。另一边，欧盟与阿联酋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也在加速推进，这不仅仅是关于石油，更是关于未来的氢能供应链和主权财富基金的资本。
阿联酋正在成为连接欧洲、非洲和亚洲的金融与物流枢纽，欧盟希望通过协定锁定这一战略支点。目前阿联酋正从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转向企业级的 AI 部署，这与欧盟的数字化转型目标高度契合。通过与南共识、印度、马来西亚和阿联酋，欧盟正试图在欧亚大陆边缘和南半球构建一个安全防线，以此来保持欧盟的竞争力。2026年开年欧盟和南共识自贸协定的签署，意味着欧盟正在努力走出它的舒适圈，因为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欧洲已经没有选择，打破法国的否决权，牺牲农业利益，容忍不完美的环境条款。所有这些代价都是为了一个核心目标，在两极撕裂的世界中，为欧洲保留一块可以呼吸、可以贸易、可以获取资源的战略腹地。